KTB 股价大暴跌，印证了我们之前的预测，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又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那在今天的影片，小编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们刚分享不久的一家公司 KTB。我们发布 KTB 的影片时，股价也只有23仙，然而在不到1个月内，股价就最高暴涨至30仙，高达38%的涨幅。但是这家公司的股价却在近期遭到了重创，很快的在短短的几天内又回到了21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接下来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对策呢？大家先稍安勿躁，就让小编我为大家娓娓道来。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他们这一次的股价为什么连续下跌。我们可以看到 ，KTB 在5月30日是达到将近半年的新高30仙之后，股价却在隔天就开始下滑，在短短几天交易日，股价就已经吐回了涨幅，下跌了38仙，回到21仙的价位。那股价走势如此急转直下 ，KTB 是不是出了什么重大问题呢？原因就出在 KTB 股价开始下滑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31号。其实 KTB 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一则公告，相信也因为是这一则公告而影响了 KTB 股价的整体走势。那这一个公告到底蕴藏着什么神秘可怕的消息呢？竟然造成 KTB 的股价持续下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公告的第一个重点，那就是布萨在2023年5月31日的信函中是决议批准了 KTB 的重组计划。这意味着只要 KTB 在接下来能够执行和完成这一个批准的重组计划，那么他们就可以脱离 PN17 的困境了。但是这对于 KTB 来说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股价怎么会下跌呢？而这就是马股常见的 buy on rumors, sell on news 效应。因为其实早在1年多前，当 Dot Properties 宣布加入 KTB 时，相信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都非常看好 KTB 未来前景，并开始买入，尤其是看好 KTB 脱离 PN17 以及转型后的盈利增长潜力。而当时股价也只不过在20仙以下。那随着 KTB 后来的股价也上涨至30仙，这一个价位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已经是非常可观的赚幅了。因此，趁着利好消息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场的时候套利，对于这一些等了1年以上的投资者也是非常正常的举动。所以为什么在之前的影片也告诫了大家，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等人少了再关注也不迟。那接下来就到了影片的重点。其实这一次的下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sell on news 而已，而其中的原因就藏在他们的重组计划当中。那在布萨批准 KTB 重组计划当中，就包括了3个计划。那第一个计划就是出售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Park Mei Berhad， 而这个计划其实早就在我们上一支 KTB 影片就有提到过了，因此在这里就不再多做解释。而第二个计划则是削减股本 Share Capital Reduction，KTB 打算从 54.5 个 million 的已发行股份普通股资本中削减98%至 5.5 个 million。 那为什么 KTB 要这么做呢？这里就简单的来为大家解释。在股东权益当中，除了公司资本之外，还有一个叫存留盈余 Retained Earnings 的东西，也就是公司每年扣除股息后所赚取的净盈利都会记录在这里。但是如果公司每年都是亏损的话，存留盈余也会变成负数，形成累计亏损 Accumulated Loss。 也就是为什么 KTB 需要削减股本，那就是要减少这几年所累积的128个 million 亏损。因为削减股本的话，所削减的数额将会从 KTB 累计亏损当中扣除。而当一家公司的累计亏损减少的话，也能够提升 KTB 在银行、客户、供应商等等当中的信誉。简单来说，以后 KTB 要筹募资金或借贷的话，也会比较容易。那尽管完成削减股本后，并不会影响 KTB 目前的股票数量或者股价，但是多少都会损害着股东权益以及每股的价值。不过这还不是影响 KTB 股价的重点，而真正影响 KTB 近期股价走势的，就是他们重组计划中的最后一项私下配售 Private Placement。那 KTB 在这一次的重组计划当中，就拟议通过私下配售，以每股16仙的价格发行125个 million 的股票，以筹集20个 million 的资金。而他们发行的数量也占比了 KTB 目前股份的 26.618%。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了呢？股价在20仙以上，但是一旦这一个私下配售完成，市场上就会有 26.618% 的新股票主人，而且他们的平均价都在16仙。试想想，一旦这些新票流入市场，他们都是
赚着钱的，他们会不会卖掉一部分套利呢？相信这也是造成股价大跌的罪魁祸首。而且 private placement 后 ，KTB 股东手上的股权不但将被稀释，而且大家也可以试想一下，当你看到别人即将以便宜很多的价格跟你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时，你也会等到价格便宜之后才去买吧。那听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也会好奇了，为什么明知道要出这一批私下配售的股票，股价为什么还会推高呢？老板肯定也不会想要让这一些人赚那么多的吧？毕竟那么大批的投资者在那么低的平均价持票，以后时不时就套利，这肯定会造成股价上涨很大的阻碍。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批私下配售的人还没真正付款，而推上去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可以以折扣的价格买入，而这样一来 ，KTB 也能顺利筹得这20个 million。而这样一看，目前的局势就很明了了，并且在上一支影片的一些疑惑也能够解答了。建议还没观看的朋友们先去观看，才会知道接下来小篇我在说什么。首先就是为什么到目前 Doh Properties 都还没打算扩大他们的股权，在上一期我们就不排除他们会等股价回调后才增持，而这一个私下配售就很明显的显出他们的意图了，不仅能让 KTB 获得资金，还能趁这一批私下配售的投资者拿到票抛售后获得便宜票来增持自己的股权，可以说是一箭双雕。而且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当价钱去到30仙时 ，Sell Q 的量是非常的惊人的，相信这也不是普通散户可以做到的。而这一切我们都有在我们的会员群里提醒我们的会员。那在说明接下来的策略之前，允许小编我在这里打个招聘广告，我们正在寻找视频制作和金融分析实习生。如果你拥有视频剪辑技能，像是 Photoshop Premiere Pro， 或者你能协助我们分析马股金融和非金融的市场情况，并且也想在完成实习的期间，同时也学习如何分析马股，那赶快把简历发送至以下的电邮。那回到来，既然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投资者又能做什么呢？既然我们都知道了他们要私下配售的价格是在16仙，那为什么还要买比16仙更贵的票呢？而且以目前马股的形势来看，下跌的可能性依然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私下配售可能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毕竟他们是重组计划的第3步，所以奉劝想过捞底的人千万别捞太高哦，而且时间还很长 ，take your time。还是那一句，等老板开始收票，而且收够票，相信真正的转折点才会出现，就像上一期说到的拉真大一样。那么暗示就给到这里，不明白的朋友们可以多想想，再看多几遍。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0.05%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2.35%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那回到来总结，其实这一次的重组计划整体来说，对于 KTB 未来发展是利好的。KTB 在完成重组计划之后，不仅财务状况将获得改善，而这也意味着 KTB 也能够拥有更充裕的现金去竞标更多的新项目。而唯一要注意的2项事情就是：第一，他们的 private placement 私下配售和新老板的持股数量。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未来让私下配售的人付款，暂时股价肯定会比16仙高，但是也高不到多少。然后一旦私下配售完成之后，相信会迎来一定的抛售和卖压，而卖压预测也将会是老板很好的收票时机。然后顺着 PN70 的解除，老板收购票，股价才会迎来真正的转折点。所以不要急，等人少之后才慢慢关注这支股票。那荧幕前的你们喜欢这种以 corporate exercise 企业活动去分析一支股票未来的发展的影片吗？喜欢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不喜欢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以后小编我可以考虑做更多类似的影片。那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